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爱奇艺尖叫之夜作为平台盛典，奖项含金量有限，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尖叫女神和尖叫男神这两项大奖，一般都是当年平台作品流量热度最高的男女演员获得。今年尖叫女神所有人都压白鹿，因为今年她播出的3部大剧均取得不俗的成绩，当晚她更是连换3套礼服，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最后悬念揭晓，尖叫女神果不其然是白鹿。最让人意外的是，尖叫男神花落王鹤棣，两项大奖被以爱为营男女主获得，但因为这部剧被炒出圈，评分也很低，因而这个结果引起不少争议。今年白鹿也被黑得很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表示轻舟已过万重山，2024年依旧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王鹤棣去年就已拿过尖叫男神这个奖项，这是他第2次蝉联，但今年他拿这个奖信服力不够。去年他有苍兰诀，今年作品热度一般。近期还因以爱为营口碑翻车，比起王鹤棣，更多人压白敬亭和程毅，因为他们今年播出的长风渡莲花楼成绩都很好。结果白敬亭拿了观众喜爱的男演员，程毅拿了年度影响力男演员奖。娱乐圈越看越像一场大雾，雾里的人水中望月求圆求满，雾外的人檐下窥河平鱼摸藕。有人在红山巨流中不暇自爱，也有人在荆棘裂土上奋力生长。夺得尖叫男神后，24岁的王鹤棣也是备受争议。如果不是去年夏天的苍兰诀，或许观众还只记得搞笑视频里的那个给人带来笑点和视觉清凉的西瓜头王鹤棣。但也正是苍兰诀让王鹤棣一跃成为顶流。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可是纵观王鹤棣的过往经历，一本美少年成名史中却没有蝇营狗苟的心机上位，没有拜高踩低的下头行为，有的反倒是一堆疯马少年的趣闻和他的真诚必杀技。去年的苍兰诀到底有多火？他可以火到北方工业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都要提及东方青苍和小兰花的爱和宽容，他也可以火到同济大学无限循环苍兰诀的 MV 更有央妈现身在线撑腰。而王鹤棣所饰演的东方青苍也是恰到好处的卡在了一众少女的俗点上，拽到了大把甜妹儿的心巴上。可凭借着苍兰诀光速火出圈的王鹤棣，并没有站在光芒的制高点俯瞰，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告诉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正在努力成为他们的骄傲。炙手可热的8月男友王鹤棣在荧幕上名声大噪之前，他的成名路是坑坑洼洼的辛酸。接近了风月苍凉的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多少人因为青春年少把这句话奉作人生标杆。2017年还在上大2的王鹤棣参加了超次元偶像这档选秀节目，刚出场就如同一个搞笑的铁憨憨，也因为山横水尽的俊朗面貌得到了何炅老师的开场怒赞。可是双核导师之一的何冰老师却并不看好王鹤棣。当何冰老师用学院派的标准打量王鹤棣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没有期待，鬼马灵气的王鹤棣用自己的川普加上清奇的思路，让何冰老师一头雾水，同时也让何冰老师语出否定。没有专业加持的素人，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让王鹤棣在一众男孩子并不出彩，甚至在第1轮出场中，因为一口令人啼笑皆非的川普险些被淘汰。当得知自己要戴着面具出现在舞台上的王鹤棣，一把撤下面具摔在了镜头前，并且耿直地对在镜头前怒喊：戴着面具陪着你们瞎玩。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这一摔中并没有起到大放异彩的效果，反倒是更容易在镜头下招致不明所以的骂名。好在堪称半个娱乐圈的伯乐何炅老师沉住气对王鹤棣悉心说明，戴上面具是为了让所人更好地看到王鹤棣未曾释放出来的力量，这才有了王鹤棣在面具之下的一步一步的突破。王鹤棣是一块璞玉，但是仍旧需要打磨。时间和外界的评语都是最好的石器，欲戴王冠自要承其重。好在结局给了这个少年一点闯荡的底气。王鹤棣用自己的努力向何炅说明他的眼光没有错。后来当王鹤棣带着自己的作品走上快本舞台时，站在独属于他的闪光灯下，王鹤棣大声喊出了对何炅的感谢。这一声感谢中，是何炅力排众议为王鹤棣开出一条路，也是王鹤棣在小火一把之后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真挚。也正如当时舞台上喊出的话一样，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那个让你骄傲的王鹤棣。在何炅的热泪中，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少年初长成的春风得意。但或许只有何炅更加明白王鹤棣当年马蹄急急对意难平的反击。一朝闻名天下知，这句话用来说王鹤棣再合适不过。但是在成名之后的王鹤棣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光环中，或者正因为自己曾经在大雨滂沱中奋力奔跑，所以他更愿意在是非中为茫然无措的人撑起一把伞。在不同人眼中，王鹤棣被贴上的标签不同，但在北大才女李雪琴的人生信条里，王鹤棣应该是一个灵魂捕手。李雪琴拍完《辣妹》写真后，当着众人面自嘲里是李雪琴一出屏幕的身材焦虑，并且在很多综艺节目中，因为身材的顾虑，让李雪琴也是伤透了脑筋。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不是抖包袱，可是在一干观众眼中却成了十足的笑料。当王鹤棣在镜头前一把拽起李雪琴时，李雪琴雀跃的少女心终于得以苏醒。她一把拉起的不仅仅是自卑的李雪琴，更是一个善良女孩碎了一地的自尊。面对李雪琴每一个半夜 emo 的朋友圈，王鹤棣总会第一时间跑过来问她怎么了。他不懂女孩敏感焦虑，甚至是有时候会在深夜无病呻吟，但是王鹤棣会在朋友需要的时候闪现，这是独属于李雪琴的召唤术。应声而来的守护者也必然是王鹤棣。如果是个当红校花，观众理解他们是为了流量炒 CP。可是李雪琴不是主流眼光下的漂亮女孩，但是她用自己的小心翼翼和善良换来了王鹤棣骨子里温柔与真诚。王鹤棣重新定义了保护感，他是势均力敌下的尊重，是高低立显时的扶手，是话不必多说，但有求必定有应的踏实。所有的相处里，王鹤棣给人的都是绝无仅有的尊重。在综艺节目中，很多人都觉得王传君宠王鹤棣，有一种爹爹的好蛋的即视感。但是大家在吃瓜王鹤棣大龄幼崽的背后，还有一场是王鹤棣为王传君找补的名场面，让人嘲笑桃花坞三傻凑不齐一个脑干的同时，瞬间感动条拉满。在节目中，宋丹丹直言王传君是江湖上的怪人时，王鹤棣话锋回旋说道：“在我这不是。”一句话让如坐针毡的王传君有了自己的位置。无论多么自由的人都不能无拘束地成为世间的一缕风。王传君自是这样，但仅仅那一刻，王鹤棣给了他一座暂短的避风港，让他避一避自己的怪人风头。王鹤棣的温柔与教养，并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暴露在镜头前求取夸奖，他只是将温暖的传递当成了一种力所能及的日常。在虞书欣节目上怕衣服走光焦急整理时，他会挡在新心子前面。综艺直播中，宋丹丹的抱枕掉在地上，王鹤棣只是静悄悄地将自己的抱枕放在了宋丹丹那的椅子背后，然后乖巧地捡起地上的抱枕抱在自己的怀里，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故意拉抢镜头。在中餐厅中被指挥的脚不沾地时，他会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家里是做宵夜的，也会熬夜到很晚。王鹤棣是一个有烟火气的明星，换句话说，他是那个闪光灯下耀眼的普通人。他依旧记得普通人的本分，在节目中，他不避讳自己是炸串店少东家的身份，甚至还会大谈特谈自己家的炸串是别家店超越不了的。当很多明星都在比拼背景时，王鹤棣撕破了虚荣的羞耻心，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出道5年来，跌宕起伏不足以说王鹤棣，但是他总是别人眼里那只不安分的快乐猴子。王鹤棣不想继承家里的满是油烟的炸串店，因为在老主顾眼里，只要王鹤棣在店里炸串，他们是不会进去的。那时候王鹤棣没有光环，有的只是小城少年的年轻气盛。14岁的王鹤棣从乐山出发，成了一名空乘学员，因为外形的优势，他要碰碰运气。19岁，王鹤棣从成都来到长沙，开始了他的追梦之旅。对于更加年轻的王鹤棣来说，他不怕失败，他有回头路可以走，所以他背水一战。他在节目中随性真诚，毫不做作。正是这样的王鹤棣被何炅一眼认定，也被流星花园剧组选中担任出演主角道明寺。超级 IP 经过时间和观众审美的推敲打磨，并没有给王鹤棣带来真正的一炮而红。高开低走也可以形容那个时候国内机场无人事的王鹤棣。如果王鹤棣想要卖惨，那还得是玉龙，让王鹤棣尝了尝什么叫做被骂到风口浪尖。
娱乐至上的圈子里，惊鸿一眼的偏偏少年太多。王鹤棣要成为那个有一天可以用行动配得上自己野心的演员。在他的认知里，演员是工作，工作就有责任，就意味着付出汗水和努力才能获得认可。把心沉下来，躲到暗一点的地方，听听角色内心的声音，将自己100%的转移到角色中去，最大限度的理解人物，与人物共情。不会一心两用，混淆工作与生活，干工作的时候工作至上。如今这位90后小伙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成龙茅台也有好酒，只要坚持梦想，不懈努力，逆袭是没有距离的。凭借着苍兰诀以爱为营火出圈，但是东方青苍和霸总绝对不是王鹤棣的唯一标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